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股市咖啡屋。今天是2023年的9月29日。首先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阖家幸福，身体健康。那么今天美股三大指数又是涨跌互见，道琼斯指数下跌 0.47%， 纳斯达克微涨 0.14%， 标普500下跌 0.27%， 下跌的是6032家，上涨的是5340家。今天三大指数全部都是高开低走，昨天和今天的开盘有一个反弹的过程，那么这个反弹的过程是不是一日游呢？那么我们还是直接回到盘面来看一下，现在到底这个位阶是什么样的情况。今天是月底，所以说今天是收月线收周线，我们先简单的把周线和月线看一下。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道指的月 K 线图，那么从道指的月 K 线图走势来看的话，现在从整体的趋势来看，道指的走势是比较危险的。道琼斯指数它的 MA20 的扣底位下一个月是扣这里， MA10 的扣底位在这里，而股价现在在这里。道琼斯指数现在的走势是比较的尴尬，上也可以下也可以，这些短周期均线对于道指来说的话是没有什么支撑的，从均线角度是没有什么支撑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，纳斯达克的月 K 线那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。首先这里是 MA20 的扣底位，那么 MA20 下个月是往下走的，后面几个月全部都是扣低位。MA5 MA10 对于纳斯达克来说是有支撑的，所以从月 K 线走势来看的话，纳指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，标普500的月 K 线图， MA5 扣底位在低位， MA10 扣底位也在低位， MA20 的扣底位也是马上开始扣低位，所以标普500的月 K 线走势也没有问题，从总体趋势来看是有支撑的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罗素2000，从罗素2000来看的话，它现在所有的均线全部纠结在一起，但是它的 MA60 的扣底位在哪里？在这里，从下个月开始全部扣低位了，所以说罗素2000下跌的空间并不会很大，因为这个 MA60 的支撑是比较强的。总体来看，月 K 线的走势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。那么我们再看周 K 线，我们先看道指的周 K 线。从周 K 线来看的话，道琼斯指数的周 K 线走的就有点凌乱了。首先它现在来到了周 K 线的 MA60 的支撑，但是它的所有的短周期周 K 线全部是下压的。从形态上来看，它现在就是又回到了前期的这里一个底部形态，突破以后再次回撤，所以周 K 线它是没有走好的。这个 MA60 能不能支撑得住，现在很难说，因为 MA60 下一个周开始扣高位了，扣这里，连续2周1月份的半个月时间都是扣现在的这个位阶。如果道琼斯指数10月15号之前股价还是能横在这里的话，那么周 K 线的 MA60 是有支撑的，因为它开始迅速的扣低位了。那么我们重点要看纳斯达克和标普500，我们先看一下标普500。大家看一下标普500，其实从目前走势来看的话，它现在已经跌破了前期的这一个上涨趋势。大家看，原先这里是上涨趋势，在这几周的时候它是没有过高，现在已经破低了，已经把前期这个低点破了，但是这是它最后一道防守位，也就是说在周 K 线级别这里有一个上升趋势线，那么在这里如果跌破的话，那么后面的跌幅会比较的大。现在这个位阶是相当的关键，包括纳斯达克，纳指的走势从周 K 线级别来看比标普500走的要强一点，它到今天这个位阶，本周收盘的时候还没有效的跌破前期这个低点，而且它也没有跌破这个上升趋势线，但是现在也是在变盘的关键时期。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再从小级别去看，我们再看日 K 线的走势。我们就看一下纳斯达克，这是纳指的日 K 线图。周三的时候这一根 K 线出现的时候，我在后分析和大家说我们时刻准备着。那么昨天盘中的时候11点半到12点的时候，我就在盘中跟我们会员说我们现在可以干活了，因为从30分钟级别我们大家看一下，因为从30分钟级别这是一个突破的 K 线，大家看这是一个突破的 K 线，这是一个确认的 K 线，所以在这根 K 线还没走完的时候，大概快到12点的时候，我和我们的会员说我们现在可以干活了，因为在这里也就是说今天
很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个5日均线的拐点。那么我们再回到日 K 线来看一下。所以说我们从日 K 线级别来看的话，因为今天期货盘的时候就已经涨幅很大了，所以今天在盘前我就跟我们的会员说，今天在盘中如果急涨，我们是不能去追的。如果要进场，我们也是在盘中回撤的时候找机会去进场。只要今天是收阳线，只要今天是收涨，那么对于下一周的走势，我们还是要抱有一定的希望。因为从最短的5日均线走势来看的话，周一的扣底位在这里，现在股价在这里，只要下周一股价没有出现大幅的下挫，周二、周三都是扣低位的。这个点位就算今天是高开低走，仍旧还是算没有完全的走坏。现在这个位阶只有2种情况，一种这里就是一个下跌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，后期会继续往上走。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它在这里震荡整理企稳了，企稳过后会在这里震荡整理几天，到时候会选择方向，要么就是突破往上，要么就是跌破再往下。所以目前这个位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试错单，一旦跌破昨日 K 线的低点，一定要记得止损，一定要记得止损。也就是说，从日 K 线来看，在这里有止跌企稳的机会，有止跌企稳的机会。如果这个低点跌破了，那么我们再回到周 K 线来看，也就是说这个低点跌破了，从周 K 线级别来看的话，这个上升趋势线就确认破位。那么后期纳指综合，我们只能看到这一根 K 线了，拉个水平线过来，那么也就是周 K 线级别的 MA60 的支撑了。我希望我的观点讲清楚了。再说一遍，现在已经来到了上升趋势线的关键点位，那么这个上升趋势线能不能支撑得住，不是我们说了算的，市场走给我们看的，能否守得住，就是回到日 K 线级别，的周三的这个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。现在有了一个左侧进场的拐点的机会，那么在这个拐点的机会有可能是2种情况，一种就是直接上去了，然后就封闭缺口，来到 MA20 以后再进行调整。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不跌破，在这里震荡整理几天，震荡整理几天以后就会在这里形成一个小的一个平台整理，那么我们就要关注，如果它跌破了这个小的平台，下周五收盘的时候跌破了这个平台，确认跌破，我们再回到周 K 线级别看一下，从周 K 线级别它就是确认跌破了这一个上升趋势线，那么周 K 线级别就是一个标标准准的下降趋势，下方的支撑就只有看到 MA60， 也就是说这一个突破线的位置这里了。所以现在有5日均线的拐点，那么我们可以经常去抄底，那么这个抄底就是试错单，因为既然是试错单，就有可能会买在相对的低点，但是有可能就会买错，既然是试错单，它就有可能会买错，如果一旦破位，一定要记得止损走人。那么我们再回到日 K 线来看一下，既然现在有2种走势，一种走势往上，一种走势整理，只要大盘没有出现像这样的大幅下挫，无论是上涨也好还是整理也好，这个期间上涨期间或整理期间都是可以交易个股的。就按照我以前的说法，只要是上涨期间或整理期间，这个时候天气的气象就不是疾风暴雨，既然没有疾风暴雨，我们就要精选个股来操作。那么好，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几个比较有代表性意义的 K 线的走势。我们先看一下 SOXL， 这是 SOXL 的走势。那么从它的走势来看，这根 K 线出现，那就是一个5日均线的拐点。既然拐点出现，我们是可以进场的。但是今天在盘中的时候，我就跟我们会员说的非常的清楚，不要去追。为什么不要去追？就要看 KDJ 了。大家看一下 KDJ 的开口，
当时开盘的时候 KDJ 的开口是19还是20，我记不清了。当时我觉得 KD 开口过大，所以既然这里有拐点，回撤的时候找机会去进场，因为 MA10 的扣底位也是越来越低， MA10 也会慢慢的由平转拐头向上。既然这是拐点，那么我们就守住这个拐点，拐点破了，短线就出。切记开口过大的时候，在盘中急涨的时候不要去追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AMD。AMD 的走势又是另外一种情况。昨天这一根 K 线，它是一个表态 K 线，一根 K 线封闭缺口，叫做一日封口，并且成交量大家看一下，昨天的这根 K 线是放量上涨的，所以这是一个标标准准的表态的 K 线。既然是表态的 K 线，那么任何的回踩我都是找机会去进场。再回到刚才观点，我们再看一下 KDJ 的走势。那么现在 KD 开口19， J 值92，所以不要去追，回撤的时候再找机会。但是切记一点，既然是表态的 K 线，表态 K 线的低点是不能被跌破的，一旦跌破一定要止损走人。就比如说我们看一下，就比如说 Raven， 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一个表态的 K 线，表态 K 线出现以后，它会涨会调，但是这个表态的 K 线是不能被跌破的。大家看，如果这个表态 K 线收成这样一根 K 线，这样一根 K 线，该跑要跑，只要它没有被跌破，我们是可以进场去做的。但是 Raven 这个走势现在是不能去追的，一，它来到了前期这个高点，也是前期的这个压力位。第二，我们再看一下 KDJ 的走势，一定要有概念，什么时候可以进场，什么时候等它拉回进场。 KDJ 是非常好的一个指标。 KD 开口多少？ KD 开口16， KD 开口16，那么如果再涨一涨， KD 马上出现顶背离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不要去追涨的。我举 Raven 这档股票的表达的意思是，既然有了表态的 K 线，表态的 K 线的这个防守位一定要严格执行的。我们再回到 AMD， 现在这种情况 AMD 可不可以进场呢？当然是可以进场，但是从目前 KD 开口的走势以及 J 值的走势来看的话，我希望它在回撤，要么它是比较的强，股价不跌，等指标慢慢的修复， KD 开口缩小的时候，5日均线跟上的时候，那么这个时候进场也是可以的。也就是说它有两种情况，一种是快速的回落来到5日均线支撑，一种是走势是比较的强，股价不跌，在这里横盘整理都是可以的。这两种走势怎么走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一点，无论它是怎么走，表态 K 线的低点是一定要守住的，守不住就要撤退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DXCM， 连续3根 K 线，那么这一根 K 线就是一个5日均线的拐点，这就是5日均线的拐点。为什么今天会跌？就是因为它来到了 MA20 的压力。但是像这样的股票我们可不可以关注呢？当然可以关注，因为它在这里短底已经成型，回撤的时候我们可以找机会的。如果拐点失效，该走还是要走，因为现在指数的走势并没有完全回暖的迹象，个股的形态是各走各的，但是指数没有完全企稳之前，我们不能盲目的一直持股的续报。就像我刚才说的，这里进场是试错单，既然是试错单，错了要止损，在这里进场，在这里跌破，我们止损是下得了手的。一旦股价跌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要割肉的话，一是你下不了手，二是一旦割肉它很有可能会快速的反弹。交易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概念。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，特斯拉今天也是打了半场好牌，高开高走，回落又拉回来。那么特斯拉今天的这根 K 线就是说明它已经出现了5日均线的拐点了，而且它的10日均线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，也就是说下一周10日均线的扣底位会越来越低的。我也和我们的会员说过了，昨天的时候我是已经进场了。同理，如果昨天的这根 K 线跌破，
该跑还是要跑。从目前走势来看，特斯拉它的压力位或者说反弹位在哪里？从目前的 K 线形态看，我先看这个高点和封闭这个缺口，如果能突破上去的话，那么上方的空间有可能就会被打开来。从均线走势来看的话，我可以等特斯拉1周的时间，因为现在上方的这个 MA20 的压力1、2、3、4、5，下一周整整1周 MA20 无撑无压，也就是说它没有压力，也没有什么支撑。但是如果下一周股价还是在这里，还是这样的走势，再下一周我就要走人了。为什么？因为5天扣完以后是扣这里了， MA20 一定会这样下去的。我给特斯拉的时间也就是3到5天，要么跌破了我就撤退，要么3、5天之内给我站上 MA20 我就持股，否则的话我就离场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伯克希尔，很少讲这类的股票，但是今天也有会员问，像这样的股票它是长线投资的，问要不要加仓。我的观点是，无论你是长线投资、波段趋势，无论任何时候加仓都要有短底结构的时候，不管你是短线也好，波段也好，还是长线投资也好，没有短底结构的时候，在这种一直下跌的过程当中就等待。既然你是长线投资，你是在这里加仓和在这里加仓和在这里加仓是没有什么区别的，价格也就差个几块钱或者10几块钱。但是一旦它趋势没有止跌的话，你加的位置就是在高位。无论你是做长线也好，做波段也好，加仓的时候必须要看到这档股票它已经开始止跌了，没有止跌的迹象，坚决不加仓。好，最后我们总结一下，从目前走势来看，现在已经来到非常关键的一个位置，如果下一周不能守住本周四的低点，整个周 K 线级别就已经是破位了。从日 K 线级别来看，这里有可能就是一个转折点，既然是转折点，它有可能就是直接向上，也有可能会在这里震荡几天，这个时候我们是可以按照个股的形态去进行一个操作的。但是切记，也可能是震荡整理期间，一定要严守本周最低点。最低点一旦跌破，转折失败，那么我们该离场还是要离场。最后祝大家中秋节愉快，阖家幸福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